大家好，我是扫地僧。不是说中美贸易战打得如火如荼吗？为什么苹果的 CEO Cook 竟然去了中国内地？特斯拉的马斯克、微软的比尔盖茨、星巴克的奈斯汉等等，差不多半个上届的老大也都去了中国。很多人就会想，难道他们不怕得罪美国的人民吗？还是说他们的势力要入侵中国呢？其实我当时只有一种想法，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当全世界经济萧条的情况之下，就是最佳的抄底和赚钱机会。我们思考一下，美联储升息代表了什么？就等于告诉全世界的人，只要你们把钱都换成美元，然后放到我们美国的银行里面，你什么都不需要做，我们都会给你很高的利息。这样的结果就是全世界的钱都会流进去美国，所以很多国家都要跟着美国去升息，这样资金才不会流走啊，国库也才不会空虚啊。因为国库空虚的结果，就有可能引来一些像索罗斯一样的金融巨鳄，他们透过做空一个国家的货币，来把整个国家的钱都赚走。07年泰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呢，就是最恐怖的案例。而这时候，中国内地居然在降息，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呢？很多人都在抱怨这中美的贸易战，因为全世界的经济都变得不好了，说白了就是赚钱变困难了，那生活肯定也过得没有以前好啊。但是我作为一个商人和投资人，说真的，我看到的却是满满的赚钱机会，所以这段时间我也追随了这个世界富豪的脚步，亲自去了中国内地。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去过了，然后我发现这一切都变了，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当内地人也不敢要接盘他们的房地产的时候呢，我自己却在那边的大城市布置了房地产。为什么？以后这世界我们想要赚钱到底有什么新的方向呢？今天这部影片，如果你看到最后，毫不夸张的讲，可能会冲击到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但是能扛下来的人，你的财富将会不知不觉的提升。开始之前，先祝福一下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而如果你想要解决成为老板、企业家、有钱人这件事情，你可以跟其他50多万的兄弟姐妹一样，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小铃铛。所以新闻上讲的那么复杂的贸易战到底是什么呢？如果到现在你连这个都还不知道的话，那无论是投资上还是做生意上，你都很难赚到钱了。简单说吧，就是美国一直以来都很有钱，而中国呢，其实以前很穷的。那么乔布斯这些伟大的企业家发明了 iPhone 之后，他们发现在美国开工厂生产 iPhone 的成本是很高的，不但租金很贵，员工的薪水也贵，而且这些美国的员工呢都有点钱嘛，他们就开始喜欢追求物质和精神的享受。你让我到工厂上班，那我可能一天8个小时，有7个小时都在玩，只有1个小时在工作。所以成本高、效率低的情况下，中国就走了出来说，要不要一起做生意合作啊？我们欢迎你进来投资，无论是我们这边的工厂租金啊，或者是我们的员工薪水，可能也就是你们美国1/10都不到。而且我们工作就是工作，效率肯定比你们美国人高的。于是国际上的分工呢，中国人就负责生产，美国人就负责花钱买中国的东西。本来是一场双赢的交易，因为美国的企业家成本低了多少，他们的利润就增加了多少，甚至可能因为效率提高而翻了无数倍。而中国呢，他们的就业机会变多了，钱也跟着变多了，慢慢就变成了世界第2大的经济体，就是所谓的富起来了嘛。这个时候美国人就觉得不行，我把钱花给你呢，你也学走了我那么多的技术，现在居然威胁到我的地位。而中国人就会觉得，我们一直为你提供物廉价美的服务和产品，那这个是等价的交易啊。但你居然玩起了剪羊毛，把美元跟黄金脱钩了，然后一直用印钞机印美元，用一堆换不到黄金的废纸，就把我们的劳动力都买走了，然后还不断的打压我们。所以各持己见之下呢，那就没什么好谈的。然后就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就是贸易战。美国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增加关税。你中国人要卖东西给我们吗？可以，但要缴一笔重税。也就是说，本来中国的商人卖东西利润可能有 50%， 但现在却可能要拿 30-40% 出来交税给美国的政府，甚至说不允许美国的一些大企业在中国做生意，让他们搬离中国。
所以有的美国企业呢就搬过去了印度或是越南做生产，但是他们后知后觉才发现印度人可能不太好管理，然后越南人的工作效率呢可能也不太高。这种情况下呢，以前便宜品质还 OK 的中国货呢，现在买不到了，只能被迫买其他国家甚至是本地生产的产品，所以就出现了非常厉害的通胀，物价呢就涨得非常的厉害。而中国呢，本来我准备了几万箱的鞋子准备卖去美国的，现在美国人不跟我们买了，那就只能拿回去中国卖啊。所以就开始有很多提倡支持国货的文化出现，然后他们就觉得以前牺牲的环境开了那么多的工厂，现在大家都富起来了，就是时候做技术的转型了，开始去搞那些可以改变世界的新科技。但问题来了，虽然中国人口多啊，但经历过疫情和各种打击中国货的政策，所以还是消化不了那些本该卖给美国的产品啊。比如说一个火锅的底料吧，你去内地走一圈，你就会发现有几百个品牌，有几百种口味，选择这么多的时候，为了能够卖得出去，大家就越卖越便宜。而人是很奇怪的，越便宜就越没有人买，因为怕今天买了，明天就更便宜了，所以中国就出现了通缩的情况。听到这里，问你们啊，通胀好一点呢，还是通缩好一点呢？有的人就会说啊，当然是通缩啊，身边的东西选择变多了，又便宜了，那我不就很爽吗？正因为产品便宜也卖不出去，那做生意的还怎么赚钱呢？生意做不下去了，就只能倒闭啊。对的，你买的东西是便宜了，但是你的公司没了，老板没了，你的工作也没了，收入也没了，你拿什么去买呢？所以内地不但出现了滞销，还有很多的倒闭潮啊、失业潮啊等等，也引爆了很多不断借钱盖房，但是最后还不上钱的房地产商。所以中国呢，就通过降息去刺激国民消费还有投资，而美国的通胀呢，也没怎么好到哪里去，因为这不是健康的通胀，他们国民的收入并没有提升，但是他们平常的生活开支却增加了好多。中国虽然有很多人失业，但他们是全世界最爱储蓄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有击鼓防饥的文化在，所以也饿不死嘛。但是美国不同，他们的文化是活在当下，无数的人都是靠信用卡过生活的，明明收入本来就不够他们花，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变贵了，他们花钱依然还是不会手软的，导致了很多人都还不上钱而破产，甚至成为了乞丐，这就叫做民不聊生。这种情况下去呢，就会影响到选举，大家都活得不太好嘛，自然就不会投你的票。那通胀就等于说美元贬值嘛，为了解决这件事情呢，所以就透过提升利息，让全世界的人都买美元，然后流进去美国的银行，这样美元就会升值。同时呢，那些银行家就可以拿着你们存进银行并且升值了的美元，去买走其他国家贬值的资产。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顶级富豪来到中国的原因，因为中国在降息，代表在中国借钱来赚钱的成本低了，而且中国的资产都便宜了不少，因为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也不介意降薪，薪水低一点也没关系啊。也就是说，投资和做生意的成本反而更比以前低了很多，这不就是最好的抄底机会吗？最简单的玩法啊，假设中国借钱的利息呢是 4%， 但是现在美国升息了，放银行可能有 7%。 如果我在中国借了1个亿，然后把钱放到美国的银行，我就赚了 3%， 也就是300万了。这就是国际上最无脑无风险赚利差的玩法。但一切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这一次去了中国内地，才发现生意反而更难做了，因为他们有非常严格和完善的外汇系统，去管理这些外汇的资金流入和流出啊。简单点说嘛，比如说我想要把100万的美金换成人民币，然后汇入内地的银行账号，这一般情况来说是不行的。又比如说我想要把1000万人民币换成美元，然后汇到美国，那也是不行的。一来可能是防止全世界去中国赚利差的情况，二来呢可能就是最近诈骗的集团比较多，所以就防止洗钱的情况，但也不是完全不行，只是要去申报，要去谈，所以我才知道为什么那些世界的富豪要去中国的原因，其中一件事就是要谈好条件。
如果我讲这些你都能够听得懂了，那我就说一下这一次去了中国内地到底发现了什么财富的秘密。第一个秘密，因为未来20年走的是离火运，所有跟火有关的行业都会非常容易赚到钱。而我自己其中一家公司就是做跟火最相关的自媒体，所以我这一次就过去参观了内地很多大型的网红公司，我才发现他们自媒体直播带货、短视频发展的速度呢，都远超于我们海外的自媒体。很多人说啊，现在自媒体都已经饱和了，那请问一下，你现在是不是还在 YouTube 上看影片呢？而这些言论呢，居然也是靠自媒体平台发布出来的。你早上一起来，是不是拿起手机看一下 Facebook 和 IG 呢？你开个会，是不是也会瞄一下女神的 Story 呢？周星驰星爷是一个从来不用社交账号的人，什么都不用的，但是他最近还是注册了一个 IG， 也经营起自己的自媒体。我们说内地自媒体的变现模式，可以收礼物啊，可以打广告啊，可以收打赏啊，可以直播卖货，但是我们的 IG、TikTok 和 YouTube 呢，几乎不可以。就算有人做，但这套模式还远远不够完整。那我想问一下，这是真的永远都不可以做，还是只是说暂时不可以做呢？我告诉你，现在我们的自媒体平台其实都是在先累积用户的流量。各位听到这里，有闻到赚钱的味道了吗？内地的自媒体已经做得很成熟，甚至可以说他们才是竞争激烈，非常的饱和。但是我们海外的自媒体才是刚刚的开始。各位，商业的本质是什么？几千年都不变，就是把北方的水果卖到南方赚差价。马云为什么成为了中国首富？因为他去了美国，然后把亚马逊的电商概念带到了中国，改名淘宝。百度为什么牛呢？就是李彦宏去了美国，然后把雅虎和 Google 的概念带到了中国，改名为百度。马化腾为什么也很厉害呢？因为他去了美国，把 ICQ 的概念带到了中国，改名为腾讯。那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中国做自媒体的方法和商业模式带到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海外自媒体平台呢？你是不是一想到这里就觉得啊，赚钱很难，所以还是回去打工吧，继续帮老板赚钱好了。然后呢，继续拿一半甚至更多的薪水来租房，去供养你的房东呢？我就问你，你甘心吗？我告诉你， YouTube 上有25亿人，你发布了一条免费的影片，哪怕只有1万人关注到你，每人用100块买你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你就会瞬间获得100万。而且这门生意你一个人就可以做，你不需要去中国、美国、泰国，但是你也可以赚到人民币、美元和泰铢，这就是所谓的轻资产。因为你懂得利用了互联网这个工具，让它7天24小时的为你打工。你可能会觉得啊，我没有什么研发产品的能力，那我可以卖什么呢？3个字，影响力。当你可以影响1万人的时候，你就相当于掐着所有商人的脖子，因为他们都希望透过你来帮他们宣传，也希望你可以帮他们带货。我们有一套已经被市场验证，连赚7位数美金的 SDS 系统，可以让你搭建起你 YouTube 的被动收入。这可能会颠覆某些人对赚钱的理解，因为这套系统呢，不但只是教会你获得流量那么简单，最重要的是让你知道如何让无数的商家还有潜在的客户排着队去等你，求你把产品卖给他，并且他们愿意接受更贵的价格，就好像大家都在等排队买 iPhone 一样。那么如果你想要学习我这一套 SDS 全新的系统的话，你可以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我的培训营。好消息是，这个300美金的报名费，只要你有订阅和点赞，完全不会收取你1分钱的费用。而坏消息是，这一个课程呢，我们很快就会下架了，或者是开始收费。如果你不想要跟我擦肩而过，赶快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一条链接报名吧，千万不要听完就算了。然后我去中国的第2大发现，这些呢，我是以一个商人和投资人的角度去看的，如果有得罪的话，那就得罪吧。先讲一下我在深圳布局了房地产，为什么是深圳而不是北上广呢？首先，北京是他们当官和搞文化的地方，发展的已经很完善了。我问你，一个地方周边有学校、有商业中心、有地铁，还有一个地方呢，它将来会有学校、会有商业中心、会有地铁，哪一个的房价涨得会比较厉害呢？我们投资房地产买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所以北京已经发展起来了，那潜力就肯定没有那么大。广州呢也是，
以前那边是搞贸易的地方啊，那现在都搞贸易战了，所以我也没有考虑。还有一个最近崛起的重庆，我自己最近也去过，但是那边更多是搞旅游的，所以我也没有考虑。然后就剩下了上海和深圳，上海那边是搞金融的，其实也值得投资，但我更看重的就是深圳。刚才说了，贸易战让中国开始思考转型，发展可以改变世界新技术。而你会发现，中国你能说出来的大企业，比如说什么腾讯啊、华为啊、万科啊、恒大、百度、阿里巴巴等等，其实都已经搬到了深圳。为什么？因为我实地的了解了蛮久的，我觉得只有深圳是不太排外的。比如说我自己去北京嘛，就被那个开机行车的师傅骂，说我的普通话不标准。他们北京人会以自己的北京腔为荣。然后广州，我自己以前是做批发生意的，经常跟比利时的客户过去逛批发市场，跟批发商打交道，发现他们有一部分的人的本土意识呢是蛮强的，什么东关少爷、西关小姐。你会讲粤语呢就还好，如果你讲普通话，他们就觉得你是北方人，就标签你为北仔。至于上海的本地人呢，一般都比较有钱，很多都是什么暴发户，因为只要祖先给他们留了地，基本上都发财了。重庆呢，我最近去过，蛮好玩的，但是也交了不少的智商税。其实杭州也不错，搞了个亚运会，我也见识了很多中东的富豪，但也只是做游客的生意。唯独深圳是没有本地人的，他们的口号就是只要去了深圳，就都是深圳的本地人了。这就让我看到了那种海纳百川的格局。所以中国不同地方的人呢，都去了深圳。我最诧异的是，在那边其实还蛮多日本人的，而且满大街都是香港人。所以深圳的人才供应呢是很多的，但也因为都来自于五湖四海嘛，所以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冲击还是蛮大的。那么扫地僧，为什么你要去中国内地布局房地产呢？你就不怕内地的房地产泡沫吗？连内地本地人他们都不敢接自己的楼盘，你竟然敢去接，那商人主力嘛，我看到的是很多外资都跑过去抄底了。我自己去考察了一段时间，有些条件还真的拒绝不了。比如说现在在中国的大城市买房，房价就真的打了个5折，甚至是更多。以前都是满满的打房政策，告诉你啊，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所以利息呢就很贵。那现在情况变了，不断的降息，鼓励你去借钱投资，而且还一步步的放松打房的政策，而且还会越来越多利好房市的政策。我自己是这样看的，根据历史呢，如果一下子推太多利好房市的政策，大部分的人就认为政府在救市，这个时候人性就更恐慌，就更没有人敢买。所以我投资中国房产之后呢，就陆续推出了一些利好的政策，我一点其实都不感到意外的，因为后续应该会更多。而最重要的是，人民币贬值了很多。简单点说吧，我可以拿着更多人民币去投资便宜了一半的房子，然后去借便宜了一半的利息。反正我每年都会拿多余的钱去布局房产嘛。而我看中的那个建商呢，算是最稳的。而且我的那个地段呢，将来将会发展成中国第2大的 CBD。那这里作为我其中一个房地产的据点，何乐而不为呢？当然我还会准备去布局越南和日本的房子，有兴趣想要知道更多的可以留言告诉我。然后我去中国第3大发现呢，就是新能源汽车这一个板块是真的蛮有投资前景的。以前电车我只开过2个品牌，一个是保时捷的台看，一个是 Tesla。我自己蛮喜欢台看的外形的，但我目前呢还是喜欢保时捷的油车。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不做车评。我想说的是，内地现在满大街都是中国生产的电车品牌，除了什么比亚迪啊、理想啊这些，其实其他我都不认识的。但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一瞬间，中国所有的车都变成了电车，因为新能源车将会是他们最核心的国家战略之一。很坦白的说，中国传统的燃油车想要追上意大利、德国，基本上已经不可能了。我自己呢，也只会开德系、意系的油车，不仅是引擎上的技术差距，更多的是人家有几十年累积出来的品牌专利。而电车的出现，就重新开了一条赛道，比的不再是引擎，而是电池。大家不是说油费很贵吗？有的人玩车都不舍得开空调的。那现在电车的空调不但可以随便开，而且你还可以在里面看 YouTube、看 Netflix 和露营。最重要的是，
以前开法拉利的人看不起那些10万美金以下的车，现在却是开特斯拉的人以为自己开上了最顶尖的跑车，然后看不起所有开油车的人。因为马达的提速相对引擎确实快蛮多的，而电车里面的电池呢都是中国制造的，这个就是机会。能不能让电车取代油车呢？我做了个调查啊，中国生产石油每年不到2亿吨，但是他们消耗的石油呢却有7亿吨。那5亿吨是怎么来的？进口的，也就是说中国要付钱去买回来的。最可怕的是可能有一天有钱都买不到了。欧洲现在就是这样啊，俄罗斯一断油就没油可用了。美国为什么可以霸权？就是因为美元跟石油绑定了。简单来说，全世界如果想要买卖石油的话，就一定要兑换成美元去做交易。那你可以不喜欢美元，但你不可能不用石油啊。所以全世界都必须要用美元。这个时候，美联储的资本家就开始打开了印钞机，用一堆印出来的绿钞去换走了全世界的黄金和白银，换了之后就继续的印钞，让全世界人民手上的美元贬值。那么有一天，我们手上的美元可能都不值钱了，但是美国资本家手上的黄金和白银不但很保值，甚至可能变得更值钱。而中国呢，有 70% 的石油都是用来开车的。如果以后中国人都开电车，那么就不用进口那么多的石油，也就不用被迫用美元了。所以我看到内地的政府都在鼓励电车的企业。所以为什么世界首富马斯克要拜访中国呢？他甚至表示很抵抗西方国家疏离跟中国做生意，原因就很简单了。马斯克之前丢失了世界首富的宝座，结果他去了中国就44个小时吧，Tesla 当天的市值就暴涨了250亿美金，重新成为了世界首富。他这一版的 Model 3还没有卖呢，钱就赚回来了。这就是网络营销的威力。Tesla 广告费的投入是非常少的，但是他们所有的产品都卖得非常的畅销，股票呢也有很多人愿意去炒。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老板马斯克，他懂得去玩自媒体，他懂得利用免费的流量来做品牌的宣传，从而赚到很多钱。你想要现在和未来赚到钱，就必须要学习他这一套。你思考一下，你要到纽约的时代广场打广告要多少钱？有多少人会看你的广告？今天有一个地方客流量比时代广场还要多，客户不但会留意你的品牌，甚至还会主动跟你互动。最重要的是，你不需要投放1分钱的广告费，也就是说完全零成本。就是在 YouTube 你发布一部影片，只要有人点击进去观看，哪怕他不喜欢你，你也已经在他身上赚走了被动收入。所以如果你看完我刚才说的培训营，已经非常确认自己一定要在 YouTube 上赚到钱，然后当你拥有了本金之后，再想要跟我学习投资股票、投资房地产的话，那么我和我的团队愿意帮助你，让你有机会提升3倍以上的收入。我们会跟你做一个很详细的咨询和分析，这个价值1000美金的咨询呢，每周只会开放25个，但这个咨询目前我们不会收取粉丝任何的费用，只是说我们专业的人手非常的稀缺，所以我希望有决心、有想法，最重要的是谦虚的人才过来找我们，因为很快又满了。有兴趣的赶快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2条链接去报名吧。真的，小赚1天的钱呢，就是多亏1天的钱，希望你们能够约得上吧。所以我自己跟巴菲特是一样的，也蛮喜欢买比亚迪的股票。我自己之前呢也跟大家分享过我靠 Tesla 的股票赚钱的方式，而最近股票市场确实蛮多赚钱的机会的。如果你们想让我一步步的教这方面的赚钱技巧的话，就一定要留言告诉我，因为我是看反应才决定要不要做这方面的影片的。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四8点30分，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